好，我们今天要闻哪一支？介绍一下我昨天那个收的，叫做 Byredo 的，叫做中文叫做和谐沉香。和谐沉香。和谐沉香。好。它有另外一支叫做不朽乌木。不朽乌木，对，就我去年买的，听说他们是一起的啦。对。就是不朽乌木比较刺激一点，比较锐利一点。对，我印象中你有收那一支。对，那因为那个时候也是买50ml，所以为了公平起见，那当然正好对，现在只能买50ml，就大家公平。买50ml的人比较多比较少收到100ml。可是其实买100ml比较划算啊，真的，因为向来买香水，我想大家也不是买1-2瓶的，其实都知道ml数越大一定是越划算。对，只是就是个人府上有多少空间可以做这个收纳，就是很重要的问题啦，容量不是绝对。好，对，来我们来拆。它现在都还会有那个封膜，以后的话，我们可能商品啊，欧美他们的商品会越来越多。我知道，因为这是环保趋势，我知道。趋势。对。它两边都会封起来。小心哦，不要这样。你说喷出去的。它还是一样。那这边有个小卡片，那这边就很简单的一个包装，就是北欧极简的包装风格。这边给大家看一下，纯白极简的风格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听说这支是比较跟不永恒还是什么木，去年那个叫什么，跟他一起的。跟他一起的也是Byredo的乌木，那个叫什么？比较刺激那个。你说刚讲的那一支啊，不朽乌木。不朽乌木。对。有很大的不同。哦。跟不朽乌木有很大的不同。Immortal 那一支吗？对。有吗？有那边，对，下面那边，上面。这个啦。对。它跟这个是。听说是一起的，类似，但是同一时间出的，完全不同的风格。好，我们来试试吧。好，谢谢。不错不错，这个。它没有这么的爆炸厚重。好像你闻得出来什么？我觉得乌木只是不是主调啦，虽然它上面写乌木，但是我觉得那个果香跟有一点点酒味，我有闻到一点点酒味。有。我这个乌木用的没有那么重的，我觉得 OK。那乌木有啦，它可能为什么叫和谐，就是它没有一直很强调某一个调性。对，它这支我觉得它刚开始的果香感蛮重的，果香感蛮重的，对。对，所以整个闻起来蛮清爽的，对，蛮清爽，不会很重。原来你们的手表都有一样的习惯，真的。会有反应啊。对。Siri 会有反应。这个就还不错。一个很舒服，夏天可以使用的。如果其实夏天我都不建，我也不建议人家使用乌木，因为那个就已经很热了，然后你又喷这么燥的东西，真的是天干物燥很容易引发火灾，很容易引发火灾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我真心觉得这个可以。对。所以在你身上，你一开始喷出来的感觉就是比较有水果香气。对，莓果，真是莓果。对。也带着一点点酸酸的，它是用莓果的酸跟那个果香的酸去取代了乌木的那个沉香的那个酸。但我觉得一半一半，我还是有闻到乌木的香气。对，就是它没有到说很重，但是还是有它的那个香味。所谓和谐沉香，就是可能是其他调性跟它是一个完美搭配，一个和谐的状态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太过强烈、太过刺激、太过突出的味道了。
这支在国外卖的还蛮好的。对，因为它没有这么的 strong， 就是如果你不是乌木的爱好者，但是想要了解，为什么乌木到底这么受欢迎，就是每一个你可能百思不得其解，就是一般人闻到可能就是强烈动物的骚感跟陈旧的感觉，然后想说一直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什么有人会喜欢这个味道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这一支，对，从这个入门，不是那么重，对。如果你这个可以接受，再慢慢的去尝试一下其他的乌木。是我有看到有人在说这一支跟Tom Ford 的那个东方乌木对有一点类似，你觉得有像吗？我觉得这个果香比较重一点啦，一点点啦，一点点啦。因为讲真的，你说乌木其实大概百种样。对，可是它基本上都走一个就是柔香的手法啦，跟调香的技巧啦，那基本上殊归同途啦，就是让你有一个木质感。其实它回到最后还是一个木质感的呈现了，对不对？有一个木质感，中间跟前面可能，当然因为他们为了会一个区分市场，当然会有很大的不一样。可是我想到最后，乌木全部的香水到了最后，都是呈现一个温暖跟木质的感觉。很舒服的味道，对，都是舒服的木质香调，让你觉得有一个可依靠的肩膀啊，可依靠的肩膀。有它这个到后面木质感的那种木头香，感觉还蛮好闻的。对，它有一个调整过了，没有你说的什么骚臭什么的，完全都没有。可以，因为有的人就喜欢那种强烈的动物感。对。好 ，OK， 那学姐可以说一下嘛？学姐闻的感觉，因为100人会有可能有100种看法。对，我觉得它这个有一点烟熏的那种乌木感，一点，对，一点点，就是蛮烟草感。一开始的烟草就很明显。对，烟草跟乌木搭配的就很明显。对。可是就像豪哥刚刚讲，如果你想要入门乌木，这一支还蛮适合的。对，因为这一支是算是清新、和谐、舒服的乌木，跟烟草配合的很和谐，真的。对。然后有一点点皮革味啦，一点点皮革味。我倒是觉得还好。最近的香水啊，它后面都会放一些类皮革香调，那种感觉应该是想要让香味更贴肤。对。那我们看一下它的香调好不好？好，来香调。前面是黑莓、朗姆酒、藏红花、番红花、沉香皮革、快乐鼠尾草，还有广藿跟麝香。虽然香调很简单，但是它就是不想让你有一个太复杂的香味，它让你是在几种香材中间可以取得一个完美的平衡的，蛮和谐的一个感觉。对。那它可以带给你舒服的木质感，但是却不会有那种强烈的动物骚味。跟太过重的成就感。过重的成就感。蛮适合它这个名字的取的名称。而且，我个人觉得它可以在日常使用，因为难得乌木可以在日常使用，因为乌木日常使用可能有的时候，因为它过于强烈，会冒犯到某些人，让他们觉得嗅觉上的不适了。但是这个我觉得不会，它给你一个就是轻松好闻的，而且夏天可穿的乌木，对，不错好哦，那我们先闻到这边，待会我们再来闻它的后调，没问题，好，拜拜。来，回到和谐沉香的后调，它现在真的是如它的名字一般，就是在一个莓果沉香中间取得一个完美的平衡，再佐着一点点非常透肤的皮革，跟一点点莱姆酒的味道，让它不会这么的过于单调或是比较大众。但是它还是一个非常适合日常使用的，跟夏天使用的一个沉香。当然更适合的是初入门沉香的，就是你想一窥沉香的魅力，但是却苦于一闻到它那个味道就退避三舍的那种。对，就是跟你心目中觉得怎么这么臭的东西会有人喜欢，有吗？对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好，所以我们非常推荐给大家来试试这一款和谐沉香。哦，那适合男女吗？通通适合，通通适合。对，它是给你一个它的适合什么样的场合穿着？哦，它当然是需要正式一点了，它需要一个正式一点，但是也不需要你真的是到一个穿衬衫、打领带、穿西装，不用，你可能穿一个衬衫就可以了，就是有领子的哦，更符合它香水的感觉。对，好，穿运动风这样不行。这样可能太休闲了啦，太休闲了，对，太休闲了。那女孩子当然是非常适合。其实我觉得它有点调给女孩子使用的，就是不希望她们身上散发出过于强烈、侵入性的味道，所以它调了这一支和谐沉香给女孩子，也可以轻松的使用一支沉香的香水，好不好？不错，那你给它几分？我们还是要评分一下。好，我给它评分一下。以通用性来讲，因为可能我有很多沉香啦，对，从非常浓烈的，就是左右连环重拳的，一直到这种，一直到这种非常轻松的，我应该可以称它为沉香的小品啦。但是以入门的来讲，我给它9.5分。我给它9.5分。如果你推荐的，接受度也很高，对，非常高，就是它完全跟你，如果你有闻过那种动物骚感太重的，我可以打包票的说，它跟你之前的经历绝对是截然不同，截然不同。那身为一个女性的主持人，我们也给这支和谐沉香，我要评分一下，对，评分一下，对。我觉得大概应该也有到9分，就是它还蛮好闻的，而且它就是很平衡，然后也不会说乌木太重，或是说太淡，但它就是一个后调的感觉，就是蛮和谐的一个木质调的感觉。对，因为我们其实有些人我们不是闻得非常清楚，说这个是乌木，这是什么木什么木，但是它的这个木质调味道的感觉，就是让你觉得说，哦，这是一个舒服的木头香，那种感觉还蛮舒服的，对。但是又带一点你说乌木的那种烟熏吗？一点点那种烟草香的那种感觉在里面。然后因为它还是有把传统乌木的香调稍微带进去了，就是藏红花跟乌木，这是很常搭配的，然后让你可以不会觉得，为什么名字取的是乌木，然后怎么？如果是乌木的爱好者，然后这支也太诈骗了吧？这个名字对啊，完全闻不出来，所以它还是会给你一点点这种感觉，但是不会太过锐利，然后直接在你鼻子上打了一拳，就是那种感觉，所以它还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初学者，对，非常非常适合，它会给你一个舒服的乌木体验，好吧？乌木香水体验是。欢迎大家来试试看，推荐给大家，拜拜。